云深不知处，蓝氏。还有3炷香，大家注意时间。魏无羡坐于乌木长案之后，一身端庄文雅的蓝氏正服，云纹抹额一丝不苟，手肘却撑在桌案上，大大咧咧地托着腮，姿态既不端庄也不文雅。这是他执教蓝氏之后的第一场季考，因为兰陵金氏某位年轻家主的关系，这批学子的年龄限定为16至22岁，最是活泼好动、恃才傲物、人嫌狗厌之时。但出乎意料的，他们都很服魏无羡，既服又敢于表达自我观点。比如现在端坐于首排的欧阳子珍终于忍不住了：“先生，这题目谁出的？这也太难了。”欧阳子珍起了头，蓝室内的抱怨之声立刻此起彼伏，波涛汹涌。是啊，这题目我从未见过，这要怎么答啊？魏先生，这是不是您出的题？太刁钻了，我好歹背了那么久，怎么一个都用不上？魏无羡双手下压，做了一个稍安勿躁的手势。题目自然是我出的，小少侠们在外夜猎，所遇状况千变万化，哪有什么标准答案？背书有什么用？魏无羡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，灿然微笑道：“思考懂吗？”小金宗主毫不理会蓝室内的纷纷扰扰，兀自奋笔疾书。笑话，他才不要向魏无羡示弱。魏无羡指着他问道：“精灵，你觉得这题难吗？”精灵道：“不难。”又担心这样直接讲出来，对答不出题目的同窗们不太友善，补充道：“只是比较灵活，看上去没有标准答案。”魏无羡又问：“那你是怎么答的？”随便写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。这就对了，大家不要顾虑太多，想到什么便写什么，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应对思路。魏无羡狡黠一笑，自怀中掏出几张写得满满当当、密密麻麻的大纸。不过嘛，我这里有几份参考答案，想要的小少侠可以自行来取。说完，魏无羡指尖释出一道艳红的灵力，雪白纸片被灵流卷起，无风自扬，四散盘旋，飞过少年们的头顶，掠过少年们的眼前。纸片飞舞的轻灵奇巧，又快又急，让少年们看得见抓不着。绕场1周后，飞回魏无羡身边，一一贴于他身后的墙壁之上，颇有些挑衅意味。这个年纪的孩子最经不起激将。于小山心想，自取便自取，当即以稿纸裁出一个巴掌大的纸片人，圆圆脑袋，宽袍大袖，仿若蝴蝶的2只翅膀。于小山咬破手指，为小纸人点上一对鲜红眼珠，倒头往桌上一扶。那小纸人忽的一震，抖了抖，2片宽大的袖子羽翼一般，带着轻飘飘的身躯飞了起来，翩翩然的向贴着参考答案的墙上飞去。魏无羡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，似有赞叹之意。众人见魏无羡并不阻止，除了金陵和姑苏蓝氏的乖巧小孩，又有几名少年大胆效仿，剪纸画身。转眼之间，数只轻巧的纸片人扑扇着翅膀飞舞而去。魏无羡的确不打算在此时阻止，待这些纸片人一个个都浮到了参考答案上，才悠悠吹响了哨子。魏无羡嘴上吹着溜溜的哨子，哨音轻松而惬意。哨音虽清越，效果却是十足的诡谲。伏在桌上的小少年们纷纷颤抖起来。魏无羡停下哨音，朗声道：“静心凝神，与我相抗。”他的话掷地有声，疏朗有力，仿佛穿透了某种魔障。小少年们倏地止住颤抖，一个个努力凝神，夺回纸片人的控制权。魏无羡重新吹响了哨音，调音比方才低了些许。小纸人们不断扭动着小小的身躯，一边与魏无羡的哨音搏斗，一边奋力将答案从墙上撕下。雪白的大纸在空中乱舞，金陵悄然击出一道灵力，灵流劲风扫过，大纸载着晕七倒八的纸片人，各自飞回到勇闯夷陵老祖哨音阵的小少年们桌面上。于小山立刻苏醒过来，扶着额，不甚清明，晕晕乎乎道了一句：“多谢金宗主。”金陵面上泛粉，随意地挥了挥手，表示区区小事不足挂齿。于小山展开答案，却见其上覆盖了一层似曾相识、颇为复杂的隐藏符咒，是魏无羡曾经讲授过的内容。众人抓耳挠腮，绞尽脑汁地回忆解法，终于按照魏无羡先前所述解开符咒。纸面上遮盖的暗纹如涟漪般一圈一圈散开，显露出了答案的真实面目。
于小山仔细阅读一番，悲叹道：“魏先生，这又是什么啊？”魏无羡耸了耸肩，坏笑道：“另外一道题目呀，你们想在我的考场上作弊，哪有这么容易？”小少年们纷纷哀嚎起来。忽然，欧阳子珍道：“这道题似乎易解多了。”于是众人又仔细去看参考答案上的新题目，的确是易解多了。众人思索一番，逐渐想到了新题目的解法，再去看正经考卷上的题目，似乎获得了重要的提示，瞬间豁然开朗。魏无羡面带笑意，一双桃花眼里闪烁着明亮的光彩，提醒道：“还有2炷香。”于是剩下的时间里，一众少年秉笔疾书，努力追赶所剩无几的时间。待到魏无羡面前的香都燃尽，最后一名少年刚好写完答卷。小少年们排队交完卷，得了解放，一叠声地抱怨起来：“魏先生，您真是越来越过分了。”就是回回都折腾我们。魏无羡微笑着整理答卷，辩解道：“我这不叫折腾，我这叫锤炼，锤炼懂不懂？”众人齐声喊道：“不懂！”嘻嘻哈哈哄闹一番，勾肩搭背的出了蓝室。阿林哥哥，你方才那招可太厉害了！你只积了1道灵力，是如何让我们的小纸人各自回到各自桌上呢？叽叽喳喳的话语声渐渐飘远，魏无羡凝神细听，几乎可以想见金陵被一群比他小的孩子们围在中间，众星捧月，是如何的傲娇脸红，又是如何的假意自谦。称心遂意，岁月静好。魏无羡内心涌起鼓胀的满足感，将答卷一一封好，装入乾坤袋。蓝氏离了那群欢腾的小麻雀，又恢复了宁静悠然、书香宜人的模样。庭前花开花落，天外云卷云舒，自是一派恬淡祥和。不过现在嘛，要先解决那道炽热滚烫、如影随形的视线。魏无羡笑道：“蓝儿哥哥，看够了没有呀？”他无法不去看他。魏无羡吹起口哨时，蓝忘机便在窗外了。他熟悉魏无羡的各种招式，听到他在监考时吹哨施法，不由自主要来看看。这一看便移不开眼睛。那人被一身云纹夹袍紧紧包裹，面上神采飞扬，笑容明媚，一双桃花眼灵动慧霞，顾盼生辉，指点起学生来。以往枯燥无比、艰辛无比的技考，都能变得千回百转，妙趣横生。万千才华集于一身，蓝室之内的魏无羡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难以言喻的璀璨光彩，自有一种超越性别的美丽，直叫他移不开眼睛。他的巧思百出，他的聪明慧秀，他的自信张扬，通通构成了致命的吸引力。从喋血战场到温雅课堂，这人一直是风华绝代、万众瞩目的焦点。这个人是他的。被魏无羡发现了，蓝忘机也无甚言语，沉默着走进蓝室。蓝忘机直率地凝视着他，眼神赤裸热烈。魏无羡陡然想起了某种蓄势待发的猛兽。蓝湛，只需一个眼神，就能让自己莫名的软了腰。听他唤他，声音里是不自觉的娇软。蓝忘机快步上前，紧扣住这人的肩和腰，直接抵在方才那面贴了参考答案的白墙上。好凶！